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呀！我们又在新的一期视频中见面了。在这一期视频中呢，我将会分享4种我在日常剪辑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分镜头衔接思路，这也是在电影中经常会用到的4种叙事性剪辑的语法。如果你想知道镜头之间的故事感衔接逻辑有哪些，想知道怎么让你的剪辑更流畅、更丝滑，那就继续看下去吧。首先，第一种是由大到小的景别衔接。如果你有看我之前介绍景别的视频，你就会知道画面中常见的景别分别有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这5种类别。在分镜头的衔接当中呢，不同大小的景别，它们之间的空间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组具有逻辑性的镜头序列。一般来说，大景别的镜头，比如说远景，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带入事件发生的地点，了解人物周围的环境特征；而较小景别的镜头，比如说全景，它可以帮助我们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到故事的主人公身上，去关注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去关注主人公的动作细节。这种由远及近的镜头组接的逻辑呢，来源于我们在第一个镜头中对主空间的把握。只要固定空间中的人物和空间的位置关系确定了，不管我们怎么去切换景别，都不会让观众感到困惑。比如说，在昆汀的影片《无耻混蛋》的开头，就是先用远景展示了农夫和他的女儿所在空间全貌。接下来又用较小景别的中景，先后展示了在砍木柴的农夫、在晾衣服的女儿他们的动作细节。就这样呢，完成了一个具有空间叙事性的分镜头衔接。第二种是与动作延续有关的镜头衔接。在这种方式的镜头衔接中呢，每个镜头只展示动作的一部分，最后相加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续性的动作。比如说，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 ，Rose 她准备跳海自杀的动作，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连续性碎片动作拼接而成的。她的第一个动作是手攀上栏杆，第二个动作是脚踩上栏杆，第3个动作是借力向上攀爬，第4个动作是跨过栏杆。第5个动作是越过栏杆向下爬，第6个动作是转身准备跳海。这6个动作的分镜头最后完成了 Rose 在船头准备跳海自杀的讲述。那么这种按照动作延续来进行分镜头衔接的内在逻辑又在哪里呢？它主要和我们大脑中强大的联想功能有关。我们在观察到一些残缺的、不完整的事物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相似情景来进行一个脑补。格式塔心理学管这种情形叫做完形心理。具体来说，在泰坦尼克号里面，女主人公她在爬栏杆的时候，我们脑海中的潜意识会联想到相似的攀爬情景，会不自觉地对下一步动作进行预判。由于这个过程发生的太快了，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第2个镜头出现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感觉到突兀，甚至会觉得是理所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种剪辑会如此丝滑的原因所在。除了刚刚讲到的连续动作的分镜头衔接外，这种动作延续也可以是断裂的。观众在这种情形中的体验呢，没有像前面连续动作那么丝滑，但总体不影响分镜头的叙事。相反，它可以有效降低长篇幅叙事镜头的拖沓感。比如说，在影片《菊次郎的夏天》中，展现菊次郎游泳池溺水事件的分镜头就是断裂的。先是正男看到菊次郎带着泳圈在划水，再是正男他一脸呆滞的表情，接着展现菊次郎倒立溺水的画面，再到正男和酒店工作人员在水池边的反应，最后是救生员和菊次郎在一起的画面。这些画面和画面之间并不是连续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想象脑补出空缺的内容。比如说菊次郎溺水和酒店工作人员围观的这2个镜头之间呢，我们可以根据日常生活中的有关经验，可以猜出其中还省略了正男他去找酒店工作人员去把菊次郎救上来的一个过程。
第三种是根据人物视线方向来引导分镜头的组接。我们可以把人物的眼神视线所及之处，可以拉出一条虚拟线。简单点来说，你可以理解为剪辑版的眼神拉丝。这条虚拟线代表了主人公目光的聚焦点，它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这种方式的分镜头组接，类似于我们在大马路上开车的路面指示，前面的直行、左拐、右拐的标志直接引导着我们前进方向。它经常会出现在电影中的对话场景中，以影片《致命魔术》中的双人对话为例。透过监狱铁门、律师和魔术师囚犯之间的眼神中，可以拉出一条丝。这个丝在对话拍摄中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轴线。当律师和魔术师的位置确定之后，他们之间的眼神丝也随之确定。摄影机一般会在他们眼神丝的一侧来进行拍摄，来回拍律师和魔术师眼里看到的内容。这样，后期剪辑中就会分别有律师和魔术师的所见镜头。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剪辑中根据人物对话的视线引导来进行分镜头组接。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是那种你说话我才给你镜头，你不说话我就不给你镜头，就会显得太过于呆板。在对话镜头的分镜头组接中呢，我们可以多增加听者的反应镜头，来表现主人公在讲话时双方的一个情绪反应。这也是在电影中常见的对话剪辑方式。除此之外，单人场景中的人物视线引导分镜头组接也非常常见。比如说，在影片《迷雾》中，先是表现出一脸懵逼的男主角，他目光直视前方的镜头。接着，下一个中景镜头展示的是男主在迷雾中看到的坦克。再下一个镜头表现的是男主目送坦克走之后再往前看的画面。下一个镜头又是目送坦克走的画面。男主的眼神开始往斜对角张望，而下一个镜头，它既是男主所看方向的内容，画面中士兵火焰发射方向也在有意识地呼应男主的视线，形成了一个无缝对接。第四种是声音引导的分镜头组接。当你的分镜头是一堆杂乱无序的素材的时候，你可以借助话外音来进行镜头之间的逻辑连接。话外音中的人物独白或是旁白是一种有效建立镜头逻辑、快速搭建叙事感的组接方式，因为人物所说的话都有相应的画面内容与之对应，于是原本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画面，因为话语的指引也开始有了新的意义。比如说在影片《追随》中，就是从访谈独白开始的。男主所说的独自生活好一阵子，对应的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画面。男主所说的感到无聊，对应的是与拥挤人群格格不入的走路碎片镜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切入的画面既有前面待在房间扔报纸的片段，也有在街上漫无目的走路的片段，算是对前面组接分镜头的一个小总结。当谈到于是开始尾随的时候，切入的画面是打字机打字和相应的尾随画面。就这样，在人物独白加上碎片化的分镜头组接下，一个简短的故事前情提要就完成了。除了这种声音与画面描述同步的分镜头组接，你也可以选择运用声音和画面不同步来引导分镜头组接。你可以用 J-Cut 将后一个镜头的声音提前，让它像小钩子一样牢牢勾住上一个镜头片段，形成一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注意力吸引效果。比如说在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中，瑞恩回忆过去的分镜头组接用的就是 J-Cut， 特写镜头向瑞恩的脸部推进，画面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越来越大的海浪声特写却格外引人注意。于是呢，在我们心目中隐隐约约有了对下一个场景的预判。
紧接着出现的镜头呢，它一方面证实了我们对海景的预判，同时也直接填充了我们之前对海景的想象。你也可以用 L cut 将声音向后推移到下一个镜头里面，这样做能够大大加强分镜头组间建立的空间真实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组镜头是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发生的，是一串连续发生的事件。比如说，在影片《盗梦空间》中，桥上枪战这组场景镜头当中就用到了 L cut。第一个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对手拿着手枪在激情扫射面包车的画面，而下一个主人公镜头中，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上一个镜头中的枪击声。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敌人的画面，但是根据持续的枪击声，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敌人的存在的。于是前后两个镜头之间就搭建起了一个明显的空间联系，让我们除了关注到面包车中主人公的动作之外，还接连被提醒到对面强大的火力威胁。OK， 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分享，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